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末路狂欢。今天咱们介绍一部韩国的惊悚悬疑片《消失的夜晚》。故事开始，空荡荡的警局，保安独自看着电视打发时间。突然一声巨响从楼上传来，不一会儿灯就全部熄灭，这让保安有些惶恐不安。职责所在，保安第一时间就挨个查看房间情况。果然，停尸房中10号停尸柜里的尸体莫名消失。借着微弱的灯光，保安恍惚间看到走廊尽头有人闪过，走过来查看，却意外发现一个穿着停尸袍的女人。灯光一闪，女人又消失了，吓得保安拔腿就跑。慌乱中，手机不小心钻进了门缝，恰好一黑衣人过来打晕了保安。镜头一转，妻子雪姬刚刚过世，郑汉当然要伪装得很伤心，亲朋好友则纷纷前来安慰。等哀悼的人离去，郑汉便按捺不住那颗骚动的心，开车来到小情人家里，享受两人的快乐时光。另一边，侦办尸体丢失案的崔队长亮相，此人看上去大大咧咧，不拘小节，一副纨绔子弟的模样。案发现场的监控已经被人蓄意破坏，储存录像的中控室大门也因停电紧锁，甚至连密码都不管用，而现场没有任何闯入痕迹，好像是尸体死而复生。死者尹雪姬45岁，一家大型公司的会长，老公朴真汉是一名大学教授，在同一个公司担任代表，两人都小有名气。崔队长第一时间传唤真汉了解情况，此时的真汉正与小情人闲聊，接到警方传唤，立刻开车离去。半路上，真汉将车玻璃上罚单抠干净，此时的他又回想起那天自己将毒药滴入红酒中的那一瞬间，那种复杂的心情再次涌上心头。雪姬是个控制欲很强的人，真汉只不过是他的一只宠物而已。那一杯死亡红酒则是真汉的最后筹码，只要雪姬死了，自己就自由了。对自由的渴望驱使着真汉走到今天这一步。这种毒药无色无味，只要喝下去，8小时内便可麻醉心脏神经，悄无声息地死去，不留任何痕迹。随后雪姬将红酒一饮而尽，计划成功了，雪姬死了。警方初步判定是心肌梗塞，而今妻子尸体竟无缘无故消失，这让真汉忐忑不安。来到审讯室已经是11点半了，警方言简意赅地讲述着所发生的事。期间情人小慧不断发来信息，搞得真汉焦头烂额，不知所措。他边抽烟边假装镇定地回答问题。这时崔队长胸有成竹地说道：真汉有没有仇人报复偷尸？为何犯人对其他尸体也不感兴趣，唯独就有雪姬的尸体？甚至其他尸体的连打开过的痕迹都没有，结合地上的刮痕，这应该是一起有预谋单人行动的偷尸案。警方还找来了当时给雪姬做初步尸检的法医，法医表示雪姬因为精神压力导致心肌梗塞死亡。不过还有一种假设叫做全身硬邦邦症。真汉立马反问：难道我媳妇没死啊？几人避开真汉单独讨论这个邦邦症，其实就是身体假死，让法医误判是真死。崔队长认为这种假设显然不可能，犯人为什么会偷尸体？那是因为尸体上有证据。雪姬死了，谁是第一受益人呢？带着这个问题，崔队长回到审讯室继续审问真汉。9点到10点之间他在哪里？这段时间他正在和小慧缠绵，所以谎称自己头痛去买药了，顺手便拿出一盒药，这正是他从小慧家离开时拿的。令真汉没想到的是，自己的停车罚单竟然被崔队长发现了一小扣。真汉被逼无奈，只好给律师打电话。在法医和崔队长闲聊时，电路又出了问题，而这时的真汉则在雪姬的停尸柜中发现了一个箱子，打开一看，竟是自己用来杀过雪姬的毒药。心虚的真汉赶紧将毒药藏入口袋，不巧这一幕被崔队长逮个正着。崔队长质问真汉这是个啥子东西，真汉闪烁其词，没有正面回答。崔队长只能让法医拿去检验，结果一出便真相大白。就在大家等待检验结果时，署长打来电话要求放了真汉。倔强的崔队长并没有屈服，还是扣下了嫌疑最大的真汉。崔队长思维缜密地分析着偷尸人的出入口，并让手下去外面寻找可以进来的其他入口或通风口之类的。不出所料，有一个通风口正好通向内部，而且正好是监控中控室。审讯室内的真汉则以上厕所为由给小慧打电话，商量着接下来的对策。忽然真汉从窗户上看到一张熟悉的歌剧票，那一次真汉和雪姬约好去看歌剧，可小慧不小心被车撞了，真汉竟临时改变主意，放弃了歌剧去照顾小慧。这一切被雪姬发现了，回家后强势的雪姬对真汉百般刁难。真汉知道自己靠着雪姬走到今天，他的名誉和财富都是雪姬给的，而雪姬是个控制欲极强的女人，如今想离开这个女人，简直就是天方夜谭，
除非他死掉。随着警卫的破门而入，甄汉立马回到现实，挂断电话。与此同时，崔队长的手下在雪姬的小姨家找到一份合同，合同内容更加印证了队长的想法。崔队长让甄汉看了进门的监控，并没有其他可疑车辆，这就说明偷尸人不是开车进来，而是翻越了整座大山。这么一来，路途遥远，必定不可能徒手搬尸，那么尸体肯定就近埋了起来，很可能就在我们附近。没过多久，崔队长又接到一电话，说现在一些人正打算去雪姬生前的公司查看情况。另一波手下也打来电话说发现了一个女人的脚印。此时的甄汉七上八下，惶恐不安，趁机躲了起来，给小慧打电话，并让小慧把门锁好。他觉得被毒死的雪姬已经复活，虽然这个毒液很方便，但也有一处致命缺陷。假如被害人在服下毒药前注射了使中枢神经兴奋的毒品，那么毒液的作用就会消除。也就是说，雪姬很有可能从开头就知道了一切，所以他很有可能没有死。不知什么时候，站在门口的崔队长又把甄汉关进了审讯室。这时药物检测结果也出来了，是一种神经麻醉剂，能使人心率变慢，注射过量心脏就会停止跳动。这明显就是一起故意杀人事件。崔队长向署长汇报此事，署长却表示不要轻举妄动。在审讯室无聊至极的甄汉忽然间看到窗台上一杯浓浓的红酒，那深邃的深红如同凝固后血液的颜色，或许这里边也有毒药，就像那天雪姬喝下的毒酒。此刻好像这个女人就在自己身边。呼的一下，甄汉从梦中惊醒，走到窗户边却什么都没有。忽然从停尸道里传来一阵手机铃声，打开一看是雪姬的手机号。此时的甄汉更加坚信雪姬已经复活。德高望重的署长也亲自过来帮甄汉解围，命令崔队长加快审讯进度，1个小时内必出结果，否则就释放甄汉。审讯一开始，崔队长便拿出了杀手锏，手下找到了一份契约，内容对甄汉很不友好。如果甄汉与除原配之外的女性存在不正当关系，那么原配可以提出离婚，甄汉将得不到任何好处。而且雪姬已经找到私家侦探调查过此事，而且真相已经查的是水落石出，甚至连甄汉想要用毒药杀死雪姬的声音都录了下来。可惜雪姬没有看到，所以导致自己被害。甄汉实在受不了这突如其来的真相，难受的呕吐起来。此时他又收到一条惊人的信息，好像是死而复生的雪姬发来的。他在两人埋藏秘密的地方等着甄汉，而且还有一堆他和小慧的亲密照。看到这些，甄汉则立马拨通了小慧的电话，让他装作什么都没有发生，慢慢的走出去。没想到阳台窗户已经打开，紧接着电话那头传来一声惨叫，电话中断。甄汉发疯似的想要去救小慧，却被崔队长一个过肩摔拦住。此时的甄汉终于下定决心坦白一切。他与小慧相识是在自己的药物分析课上，自己的每堂课他都从不缺席，而且私下还会请教一些问题，你来我往，日久生情，慢慢两人就好上了。而他对于雪姬来说就是一只玩偶，自己想要什么他根本不管不顾。他和小慧在一起却是前所未有的放松和开心，自然与雪姬在一起的时间也就越来越少。慢慢的雪姬起了疑心，便让甄汉天天去离学校很远的公司报道。后来小慧怀孕，甄汉认为只有除掉雪姬，自己就可以和小慧幸福的在一起。而自己的这一计划，雪姬早有防备，提前给自己注射毒品，然后故意喝下毒酒，待雪姬苏醒后将现场伪装成甄汉怕尸体检验出他杀，故意将尸体偷走，其实是雪姬自己偷偷藏起来。崔队长提到了甄汉名下那套给小慧住的房子，房间内并没有其他人居住过的痕迹。甄汉越来越慌张，认为这一切都是雪姬提前算计好的。崔队长却不管不顾，大声质问尸体到底在哪里。甄汉现在唯一担心的就是小慧的安危。此刻等候的署长已经不耐烦了，尽管知道甄汉有所隐瞒，但出于他强大的关系户，署长也只能要求崔队长立刻马上释放甄汉。重获自由的甄汉则开车去了那个只有他和雪姬知道的秘密地点，或许小慧也被雪姬带到了那里。不甘心的崔队长也开车紧跟其后。甄汉将车停下，独自进入树林深处。他仿佛听到了铁锹摩擦地面的声音，还有急促的脚步声。凭借着模糊的记忆，他终于找到了两人埋藏秘密的地方，却空无一人。突然一束刺眼的光照过来，自己竟被人莫名跟踪，毫无察觉。原来是崔队长恶狠狠地赶来了，你小子竟把尸体也藏在了这。崔队长突然原形毕露，大打出手，因为自己也有想要结婚的女人。那天女朋友父母的忌日，本来是要一起去，由于工作缠身，只有姐妹俩一起去了。回来的路上却错过了末班车，两人只能在漆黑的夜晚慢慢前行。
不料一辆汽车疾驰而来，妹妹滚落陡坡，姐姐则奄奄一息，肇事司机却逃之夭夭。直到有一天，崔队长再次碰上了女友的妹妹，他找到了一些关于当年车祸的线索。原来那辆奔驰车上有一个小商标，正好是一家大型制药公司的商标。随后经过一系列调查，终于找到了肇事司机。崔队长质问甄汉到底把尸体藏到了哪里，这一声声怒吼彻底惊醒了甄汉。那一晚自己开车撞到了一个女人，为了不影响两人的锦绣前程，他们决定埋尸荒野，把尸体永远埋藏起来。直到今天，崔队长通过一点一滴的调查，终于找到了自己心爱的姑娘。甄汉顿时陷入了混乱，明明一个大活人，却活不见人，死不见尸。也正因为如此，甄汉才会相信血迹还活着。和保安受伤，尸体被偷，都是崔队长干的，就是为了用一具尸体去换另一具尸体。可悲的是，甄汉还一直担心小慧的安危，到头来正是他的一片痴心害了自己，中了小慧的圈套。崔队长将他的腰带取下来，从内部找到了一枚跟踪器，不然崔队长怎么可能这么准确地追踪到？这个东西当然是出自小慧之手。二人都失去了最爱的人，这么多年也掌握了不少证据，但还不足以判他们2年的。再加上甄汉和雪姬的人脉资源，足以自保。为了复仇的妹妹小慧闯入了甄汉的生活，将他不幸的婚姻彻底引爆，待甄汉杀掉雪姬，妹妹再联手崔队长杀掉甄汉，最后谁也逃不掉。这是一场精心策划的复仇。第二天，警方在案发现场找到了甄汉，并以杀妻弃尸的嫌疑逮捕。崔队长向他体内注射了毒品，中和了毒药的效果，雪姬的尸体就躺在崔队长提前挖好的坑里。故事结束，喜欢的朋友别忘了点赞关注，感谢您的观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